朋友们，我是张怀生，今天我要为您揭开一个很多家属都可能会忽略的法律常识：过早注销户口，背后很可能藏着让您损失几十上百万的隐形陷阱。您可能的一次听说这个说法，销户这个动作就像关上了一扇门，这扇门关上的那一刻，您在银行、在房产交易中心、在所有机构里，想要证明我是我爸妈的孩子，瞬间就变得难上加难了。户口簿这本平时觉得没啥用的小本本，恰恰是证明您和逝者亲属关系最直接、最有力的官方文件。一旦销户，原户口簿通常会被收回或盖上作废章，这份最直接的证据就没了，后面各种麻烦事就都找上门了。银行卡存款取不出来，因为银行要的公证材料您凑不齐，房产想过户，各种证明得跑断腿去补，甚至抚恤金发放都可能被卡住。很多您觉得顺理成章该归您的钱，就是因为销户太急，在法律程序上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这个户口本就像是连接逝者和继承人之间的那座桥，它能清晰告诉我们户主是谁，配偶是谁，子女是谁。对于处理遗产、继承财产来说，这个东西太关键了。这期内容可能是避免您家庭陷入财产纠纷的关键。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请点击订阅关注颐养晚年并开启通知。如果您曾在遗产问题上遇到过麻烦，请在留言区输入1，若正受类似问题困扰，也请留言，我会尽力回复。好，我们转回今天的主题，这个销户到底有什么门道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们天天听说人走了要办后事，这个户口怎么还和钱扯上关系了呢？没错，户口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除了孩子上学、办身份证，好像没啥大用，但它在我们每个人离世之后，却扮演着一个常常被家属忽视的至关重要的角色。您可以这样想象，我们和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天生的，但在法律上，在官方的文件里，什么最能证明他是我爸？除了那张出生证明，就是户口本了。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代人来说，很多人的出生证明早就找不到了，甚至根本没有。那户口本就成了唯一能证明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官方文件。如果这本户口本还在，您拿着它去办事，工作人员一看，哦，户主是老李，下面有长子、长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盖上章，这事儿就好办。但如果您急着把户口销了，户口本被收走了或者作废了，您再想去证明长子小李是李老先生的儿子，那就得靠另外一份文件，派出所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现在全国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已经不随便开这种证明了，因为信息联网了，他们会让您去查档案，但几十年前的档案有没有录入电脑，有没有保存完好，这都是未知数。大量医学研究已经证实，不对，应该是大量真实的案例已经证实，那些在老人去世后没有急着销户，而是先把银行存款、房产过户这些手续咨询清楚，甚至办得差不多了再去销户的家庭，他们处理遗产的顺畅程度要远远高于那些一上来就先把户口销掉的家庭。而对于那些因为遗产问题闹上法庭的家庭，很多时候矛盾的根源就是最基础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出了问题，说不清谁是合法的继承人了。可惜的是，销户这件事，它的后果是滞后的。很多人一听派出所说人死了要及时销户，就觉得这是法律强制的，一刻都不能等。他们却不知道，销户虽然是对的，但有一个黄金时间窗口，您完全可以在办完最重要的事之后再去销户，甚至在一些地方，只要您不是因为要再婚等特殊原因，户口本可以暂时保留一段时间。在维持家庭财产顺利传承这个事情上，不急着销户这个动作，比您跑10趟公证处可能更管用。实际上，这背后的逻辑和我们国家的继承制度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继承遗产，无论是钱还是房子，公证处或者银行都需要您提供一系列材料来证明两件事：第一，您确实是继承人；第二，除了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这个证明的核心就是您和逝者的关系，而户口本就是这个关系最直接的体现。如果您把户口销了，相当于把最直接的证据给上交了，后面您就得去档案馆、派出所、单位、街道办到处找补，费时费力，还可能因为找不全而功亏一篑。我们处理遗产不是靠亲戚之间口头说一句这钱归你了就行的，它是靠一整套官方的文件链条来锁定的。死亡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等这些文件必须共同协作，才能证明这笔遗产清清白白，可以合法的移交给您。其中户口本的作用有点像粘合剂，它把这些人和这些关系都粘在了一起。如果缺了户口本这个关键的粘合剂，其他文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不出问题才怪呢。所以您看，销户这个动作虽然听起来只是走个行政程序，
但它却是守护我们家庭财产顺利传承的无形关卡。它直接关系到您能不能顺顺当当把父母留下的积蓄取出来，能不能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聊到这里，您可能觉得销户主要影响的是存款和房子，但实际上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很多您在办后事时觉得麻烦、跑断腿的小事，背后都可能是因为销户销早了这个动作在作祟。第一，银行存款取不出来，可能不是因为银行刁难您，而是您自己把路堵死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我有密码，我有老人的身份证，我去 ATM 机取不就行了？但是我跟您说，如果老人卡里钱不多，可能几千块，有些银行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让您取了。但如果老人卡里有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您去柜台取，柜员一定会问您，老人呢？您说去世了。那好，请出示继承权公证书。这个公证书怎么来？您得去公证处。公证处要什么？要您证明您是唯一继承人，或者所有继承人达成一致。拿什么证明？户口本是最有利的。如果户口本没了，您就得证明几十年前的父子关系，一旦证明不了，这钱就真的在银行里冻着，谁都动不了。第二，房产继承办不下来，可能不是手续不全，而是您少了一个关键的证。房产过户比取存款更麻烦。如果您想把老人名下的房子卖掉或者过户到自己名下，您需要去不动产登记中心，那里的审核比银行还要严格，他们会要求您提供所有法定继承人的情况，要确认没有争议。如果您的户口本还在，清晰地列明了家庭成员，这项工作会简化很多。如果户口本没了，您得去证明我爸只有我一个儿子，或者我爸就这3个孩子，这涉及到查父母的结婚档案，查您的出生档案。如果父母不在一个户口本上，或者早年离异再婚，那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很多房产继承纠纷并不是家里人打架，而是材料跑不下来，最后卡在那里，甚至耽误了卖房的好时机。第三，抚恤金、丧葬费发放慢，可能和您想象的原因不一样。人走了之后，单位或者社保机构会发一笔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这笔钱通常是发给遗属的。谁来领？同样是配偶、子女这些直系亲属。发放机构同样需要确认您的身份。虽然现在很多单位简化了流程，但基本的死亡证明和领取人身份证明还是要的。有些单位为了防止纠纷，会要求所有继承人签字确认。如果这个时候您的户口本还在，大家的关系一目了然，单位盖章也痛快。如果户口本没了，单位为了保险起见，可能会要求您提供公证处的证明，证明您就是合法领取人，这又是一道手续。既然销户这么关键，那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吃亏呢？对于已经上了年纪，开始考虑身后事的老年朋友来说，了解这个风险就是给自己和子女铺路。但问题是，很多家庭天生就比别人更容易遇到麻烦，而自己却往往毫无察觉。下面这4类家庭是遗产继承的高危人群，一定要特别注意了。第一类，家里兄弟姐妹多的，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在父母在时，一家人和和气气，父母走了，涉及财产分割，一点小误会就可能引发大矛盾。如果兄弟姐妹多，又分布在不同城市甚至国外，想凑齐所有人去公证处签字本就很难。这时候如果户口销得太早，导致需要额外证明兄弟姐妹关系，更是难上加难。研究发现，家庭关系越复杂，继承人越多，遗产处理出问题的概率就越大，而户口本恰恰是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了这些家庭关系。第二类，父母一方早逝，另一方再婚的，这种重组家庭的情况最复杂。比如陈先生的母亲早逝，父亲后来又找了个老伴，父亲走了以后，遗产怎么分？是陈先生和继母分，还是继母一个人得？这不仅要看有没有遗嘱，还要看继母有没有抚养过陈先生等等。这种复杂的关系，户口本上可能会有一些记录，但可能不完全。如果再因为急着销户，把最后这点原始记录也弄没了，后面去查档案，去证明我妈是我妈，我继母和我有没有抚养关系，那简直是陷入泥潭。很多重组家庭最后的遗产官司，根源就在于亲属关系证明的一团乱麻。第三类，家里有失联或者下落不明成员的。有些家庭可能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早年跟家里闹翻了，跑到外地几十年没联系，父母去世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哪儿，甚至不知道是死是活。按照法律规定，所有子女都有平等的继承权。您去办继承公证，公证员一定会问您有几个兄弟姐妹，都在哪儿。您说有一个失联了，那您得提供证明，证明他确实失联了，或者想办法把他找来。如果户口本在，至少能证明有这个人的存在。如果户口本没了，您连证明他存在的官方文件都少了，将来万一这个人又冒出来了，说您隐瞒遗产，那麻烦就大了。第四类，
档案管理混乱，早年迁移频繁的家庭，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经历过很多次人口迁移，有些家庭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又从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中间可能有很多档案断档或者遗失的情况。如果老人的户口本保存完好，这本身就是一份连续的证据。如果急着把最后一本户口本给注销上交了，未来想拼接起这个家庭完整的关系图谱，可能就得跑好几个省市的老档案馆，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找全。更麻烦的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像生病那样有症状，很多人都是等到去银行、去房管局被工作人员告知材料不全的时候，才意识到当初那个看似平常的销户动作惹来了多大的麻烦。但这个时候，事情往往已经变得很复杂了，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上去了。家里有老人去世，子女们到底该如何科学地处理户口和遗产呢？这三步户前步骤必不可少。遗产是老人留给子女最后的一份心意，如果因为程序上的疏忽，让这份心意变成一堆动不了的数字，甚至引发家庭矛盾，那真是太可惜了。除了办丧事和安慰家人，通过正确的步骤处理户口和财产，对家庭的和谐稳定也同样至关重要。一个人如果不懂这些流程，子女就更容易在悲痛中手忙脚乱，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这就像是在给未来的生活埋雷。更可惜的是，很多子女在处理完后事之后很久，才发现自己当初做错了，但为时已晚。如果您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只要您记住下面这三步走的策略，不仅能避免踩坑，还能真正的稳妥的把老人的心意接过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下面这三个关键步骤您一定要牢牢记住，它们就是您在处理这类家庭大事时最简单、最有效的指南针。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先别急着销户，先去把老人的银行存款、理财、股票、房产证这些财产信息全部摸底一遍。正确做法，老人去世后，第一时间拿着身份证、户口本、死亡证明去银行查询，注意是查询，不是取钱，把所有银行跑一遍，或去人民银行查老人在哪些银行有账户，同时把工资卡、社保卡、理财合同、股票账户都理清楚，摸清遗产底细。这时候户口本还在，身份证还没剪角，是最容易查询的窗口期。先查询后处理，就是遗产继承的维稳剂。第二步，处理好财产摸底之后，再根据金额大小，决定是否要去公证或者直接取款。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如果每个银行的存款都不超过5万，有些银行是有简化提取程序的，不需要公证，您只需要带上死亡证明、户口本、您自己的身份证和继承权声明书，就可以直接取出来。当然，每个银行规定不同，您得挨个问，如果金额大，或者有房产、股票这些，那就必须去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了。这个时候，您手里还有完整的户口本，去公证处办理业务，工作人员一看户口本上户主和子女的登记信息，直接就能认定关系，省去了开证明的麻烦。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之后，您再去银行、房管局办理过户，就畅通无阻了。很多遗产问题的根源不是钱多钱少，而是办错了顺序，缺乏了像户口本这样关键的文件，导致遗产被冻结。第三步，等所有涉及财产的过户、转移手续都办妥了，或者至少是咨询清楚，启动了程序之后，您再拿着死亡证明去派出所注销户口。这个时候，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销户就是单纯的行政手续，不会再影响到您的财产继承了。而且销户的时候，派出所通常会收回身份证，并开具户口注销证明。这张注销证明您一定要收好，未来可能还有用。比如如果老人还有什么保险、补贴需要领取，这张证明就是最终的凭证。大家要记住，最好的处理方式永远是按照顺序来，不要颠倒。销户这个动作一旦做了就不可逆，身份证收回，户口本作废，你想再证明什么，就只能依靠档案了。而档案查询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甚至要花钱，特别是财产问题。更要记住，户口本不是一张没用的纸，而是决定您能否顺利接过父母一生积蓄的重要凭证。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户口本是遗产处理的关键文件，但切记别拖太久。根据规定，城市在葬前，农村1个月内必须注销户口。关键不在于拖延，而在于顺序，在规定时间内，按轻重缓急把事情排好。推荐3步走时间线：第1周办丧事，同时整理遗物，收好银行卡、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所有证件，户口本和身份证暂不上交。第1至2周摸清财产底细，带老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去银行查存款，去证券公司查股票，去社保局咨询丧葬费和抚恤金，把所有财产列个清单，小额存款可直接按银行简化程序取出。第2至4周办理继承公证，
涉及大额财产或房产、带户口本、死亡证明等，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先例上案，公证需要时间，第4周至2个月办理过户，最后销户拿到公证书后，去银行、房管局办过户或取款手续，全部办妥后，再去派出所销户，并开具户口注销证明。最后，请将所有材料整理归档，妥善保管。请记住，子女未来能否顺利继承，往往就藏在处理后事的每一个细节选择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对您有帮助，请点赞支持，并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长辈和朋友，特别是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他们最需要了解这个顺序。想获取更多经法律核验的退休生活建议，请订阅颐养晚年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经历或见闻。您的分享或许能点亮另一位朋友处理家事的智慧。我是张怀生，下个视频见。